你牙怎么变成黑了？啊！我正说你的牙怎么也黑了呢。纪晓岚只不过是去和珅家吃了顿饭，没想到竟被对方的迷魂烟草给迷晕了，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写了一封举报信。纪晓岚担心被天下读书人唾骂，急忙向皇上解释。然而乾隆却揣着明白装糊涂，非要让纪晓岚拿出证据，否则就要背着和珅上朝，这让老纪无比的委屈，只能跟家里的女人诉苦。小月听后当即表示今晚就去和胖子家中偷取迷魂烟草。然而老奸巨猾的和珅早就料到了屋上有月，特意准备了一个贵重的锦盒。眼见小月已经上钩，和珅故意大声地说出纪晓岚一定会派人来偷这迷魂烟草，还让刘全把这东西带到江南偷偷藏起来。随后和珅又邪魅地看了一眼屋顶，并一脸得意地嘲讽纪晓岚要背着他上朝了。而头脑简单的小月果然上当了，急忙施展轻功追了过去。虽然和府派了不少人马保护，可这群虾兵蟹将哪里是小月的对手，3两下就被打趴下了。倒霉的刘全更是挨了一记小月无影脚。要盒子还是要脑袋？要脑袋！纪晓岚见到这盒子后，一眼就认出了这正是和珅当日请他吃饭时拿的那个。打开一闻，感觉气味也和上次抽的差不多，于是准备抽几口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到了这迷魂烟草的副作用，担心等会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情，岂不是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？那你想做什么呀？你非逼着我问呢。看到小月这一脸期待的表情，纪晓岚急忙点火猛嘬，可是吸了几口就发觉不对劲了，这怎么跟上次抽的味道完全不一样？小月见状也拿起金烟袋抽了起来，然而还没等他回过味来，就突然发现纪晓岚的牙全都变黑了。而老纪这时也在奇怪小月的牙怎么也突然变黑了。两人看着对方的黑齿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纪晓岚思考了一会后，终于反应过来上了和珅的当，两人急忙打水清洗，可洗了许久还是没有变白。纪晓岚不由得懊悔不已。和珅他明明知道你会去偷这个烟草，他就安排好了，故意让我们上当的。先生，都怪我上了和珅的狗当。虽然牙齿变黑了，可小月还是需要进宫去陪太后。纪晓岚这时突然想到了一条妙计，拯救两人的黑牙。第二天一上朝，纪晓岚就低着头不说话，而和珅却落井下石，当众说出纪晓岚有本要奏。乾隆这时也察觉到了纪晓岚的不对劲，让他把头抬起来说话，可纪晓岚却一个劲摇头。哎，怎么说不出话来了？说呀，哑口无言。纪晓岚见状只能无奈地向乾隆回话，然而他一张口就让乾隆看到了那一口黑牙。和珅这时故意询问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把牙染黑。纪晓岚听后当即表示自己读书时看到一句话就把牙染黑了。饶立孝慈仁爱，使民如子弟，西郊沃民，冬至黑齿。和珅觉得这个理由太牵强了，然而纪晓岚却用黑齿来考和珅的学问，询问他知不知道这黑齿的典故。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和胖子自然没听说过。纪晓岚于是询问起乾隆，和珅担心皇上答不上来，本想替他打圆场，可是没想到乾隆却是异常的兴奋，当即说出明朝的崇祯皇帝有一天上朝时询问群臣黑齿是什么意思。大学士周道登说，黑齿就是黑牙齿。史学家评论说，有这样的大臣，明朝安能不亡啊！纪晓岚听后立马夸赞皇上博学多才，而乾隆也投桃报李，表扬纪晓岚用这种方式提醒自己不要做崇祯。两人这一唱一和的把和珅搞懵了，还是瞎猫碰死耗子。为了避免自己马屁王的称谓被老纪抢走，何胖子急忙转移话题，表示纪晓岚至今还没有交出那迷魂烟草，可老纪却说已经找到了，还邀请皇上到草堂当面验证。乾隆担心纪晓岚真的找到了迷魂烟草，赶紧试探起和珅。你收拾了纪晓岚，朕高兴啊！万岁爷高兴。纪晓岚抓住延吉案，老是跟朕唱对头戏，头疼得很呐。可是你这一使招呢，让他糊里糊涂的写了奏本，哑口无言，朕开心呐！皇上开心，那奴才也就开心了。眼见乾隆如此高兴，和珅这才说出迷魂烟草已经被自己烧光了。这么说纪晓岚要出洋相了，万岁英明！哎呀，那朕迫不及待得看看纪晓岚倒霉的德行啊！那就去。走。